本视频时长约49分钟，带你认识贝加尔湖的研究与探索。在全球淡水生态系统中，贝加尔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悠久的演化历史、极致的水文参数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成为地理、地质、生态、气候等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区域。作为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蕴藏着全球约 20% 的地表液态淡水资源，其蓄水量远超北美5大湖的总和，对全球淡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贝加尔湖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地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州境内，总体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欧亚大陆腹地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地标之一。其周边被一系列山脉环绕，西侧为西伯利亚板块边缘的贝加尔山脉，东侧为外贝加尔板块的斯塔诺夫山脉，南侧与蒙古国接壤，距离蒙古国边界仅111千米，北侧延伸至西伯利亚平原南部，形成了群山环抱、盆地汇水的独特地理格局。贝加尔湖的宏观地理区位决定了其兼具大陆性气候与山地气候的过渡特征，同时也使其成为连接西伯利亚地区与东亚地区的地理纽带，在区域地理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贝加尔湖的湖体形态呈现出狭长弯曲的特征，宛如一轮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的群山之中。其南北长度约为636千米，东西宽度差异较大，最宽处位于湖体中部，达81千米，最窄处靠近色棱格河三角洲，仅为27千米。湖体总面积约为 3.15 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比利时或荷兰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湖泊中排名第7位，仅次于里海、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卡湖、休伦湖、密歇根湖和苏必利尔湖。湖面海拔约为456米，湖底地形复杂，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西岸地势陡峭，坡度较大，多悬崖峭壁，而东岸地势相对平缓，多河流三角洲与浅滩。这种地形差异主要源于贝加尔裂谷带的不均匀扩张与地壳垂直运动。贝加尔湖的流域范围广阔，总面积达 55.7 万平方千米，涵盖了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伊尔库茨克州及蒙古国北部的部分区域。流域内水系发达，汇入贝加尔湖的河流多达336条，其中最主要的补给河流为色棱格河，该河流发源于蒙古国北部的库苏古尔湖，全长约1480千米，流域面积达 44.7 万平方千米，其净流量占贝加尔湖总补给量的 50% 以上，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湖口处堆积，形成了面积近700平方千米的色棱格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三角洲之一。贝加尔湖的外流河仅有一条，即安加拉河，该河流发源于贝加尔湖的西南端，向北流经伊尔库茨克市，最终汇入叶尼塞河，注入北冰洋，全长约1779千米，是贝加尔湖湖水排出的唯一通道。其净流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贝加尔湖的水位稳定。贝加尔湖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辅以少量的平原与湿地，其中贝加尔湖沿岸的山地海拔多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最高山峰为贝加尔山脉的卡缅斯基山，海拔达2572米。流域内的植被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海拔较低的湖滨地带与河流三角洲地区以落叶阔叶林与草原为主，主要植被包括桦树、杨树、落叶松及各类草本植物。海拔较高的山地地区以针叶林为主，主要树种为西伯利亚冷杉、云杉、落叶松等。高山地带则以高山草甸与苔原为主，植被覆盖率较低，仅分布着耐寒的草本植物与地衣。这种植被分布格局与贝加尔湖周边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及土壤特征密切相关，同时也为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贝加尔湖的形成与演化是地球板块运动与大陆裂谷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地质历史可追溯至新生代早期，历经2000万至2500万年的漫长演化，最终形成了当前全球最深、最古老的淡水湖。关于贝加尔湖的成因，学术界曾存在多种假说，包括古海残留假说、地壳断裂假说、地球膨胀假说等。
随着地质勘探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贝加尔钻探计划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地质证据表明，贝加尔湖是由地壳断裂陷落形成的断层湖，其形成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挤压及后续的裂谷扩张密切相关，否定了古海残留假说中贝加尔湖是古地中海残留水体的观点。在中生代末期至新生代早期，地球板块运动异常活跃，印度板块开始向北漂移，逐渐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挤压。这种碰撞挤压作用导致欧亚板块内部发生强烈的地壳变形与断裂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褶皱山脉与裂谷盆地。贝加尔湖所处的区域正是欧亚板块与阿穆尔板块之间的裂口地区，由于两个板块的持续张裂，形成了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贝加尔裂谷系。该裂谷系沿着 S 型的古生代缝合带延伸，全长超过2000千米，是欧亚大陆区内最大的活动性大陆裂谷。贝加尔裂谷系的形成过程可大致分为2个阶段，即是新世中晚期至上新世早期的初始阶段，以及上新世中晚期至第4纪的主阶段。初始阶段以塑性变形为主，地形高差较小，断层活动较弱，而主阶段以脆性变形为主，地形高差显著增大，断层活动强烈。贝加尔湖的湖盆正是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并不断加深的。贝加尔湖的湖盆属于典型的大陆裂谷型湖盆，其形成主要源于2组走向平行、倾向相反的高角度正断层的活动。这些断层的持续张裂导致湖盆不断陷落下降，而周边山脉则持续隆起，形成了湖盆深陷、群山环绕的地质格局。根据贝加尔钻探计划的勘探成果，贝加尔湖湖底的沉积层厚度达6000米，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粘土岩、粉砂岩、砂岩、砂岩、凝灰岩、灰岩、泥灰岩和硅藻土等细粒沉积。这些沉积物记录了贝加尔湖从形成至今的地质演化与气候变化信息。1998年冬季，科研人员在分隔贝加尔湖北部与中部湖盆的水下 Akademicheski 海岭钻取了长度超过600米的岩芯，通过对该岩芯的分析，成功重建了过去1000万年的古气候记录，为研究贝加尔湖的演化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贝加尔湖地区的地质构造复杂，地层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贝加尔湖大裂谷形成初期的沉积层以细粒层为主，沉积厚度在1000米至4000米之间，平均沉积速率为 0.025 至 0.1 毫米每年。贝加尔裂线区的阶地类型主要分为湖城阶地和河流阶地，其中湖城阶地在裂线区的北端可见4级。第1级主要为沙层及小砾石层沉积，层面斜向湖心，倾角为10至15度，标高为7至8米。第2级主要沉积砾石层，阶地宽广而平坦，标高为15至20米。第3级属基座阶地或侵蚀阶地，阶面有零星砾石，保存较好，标高为40米左右。第4级为波状起伏的基岩面，阶面受较强烈的剥蚀，标高为80米左右。河流阶地和洪积阶地主要分布在北贝加尔斯克城及东岸的大片河口地区，一般可见2级或3级，以堆积类型为主。阶地高度分别为7米、15至20米和40米。这些阶地的形成与贝加尔湖的水位变化及河流的侵蚀堆积作用密切相关。贝加尔湖周边的岩石类型丰富，主要以变质岩、沉积岩和岩浆岩为主。从贝加尔湖至满洲里东1000千米长的范围内，虽然地表地质条件差异较大，但都有厚度在10至30千米之间变化的前寒武和早前寒武基底，自北向南分别带有镁铁质、鹰闪质和岩浆岩质成分。在伊尔库茨克区域，整体呈现出阿尔卑斯山脉式的地质构造，土质呈现被侵蚀的特征。此外，贝加尔湖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储量种类超过700种，其中含金矿247座，钨矿7座，铀矿13座，共生金属矿4座，金、钨、铀、锌、铅等多种工业矿产资源储量颇丰，还有2座石棉矿及许多软玉和建材原料产地。其中软玉的化学成分特征是高硅频铝，为中酸性岩浆岩与白云质大理岩接触胶带变质产物，以透镜状为主，颜色依次渐变为褐色、棕黄色、
黄色、青色、青白色、白色。贝加尔湖的地质演化历程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根据湖底沉积物的分析结果，贝加尔湖沉积物中记录的气候波动与大西洋沉积物、格陵兰冰芯、南极冰芯及部分陆地记录中的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一致性。在温暖的间冰期，湖底主要堆积硅藻土粘土，而在全球冰川期，湖底则主要堆积陆源粉沙和粘土。这种沉积特征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贝加尔湖地区古气候的周期性波动。通过古地磁定年法对贝加尔湖岩芯的分析表明，600米长的 BDP-98 岩芯年龄超过1000万年。在200米长的 BDP-961 岩芯中识别出了4个古地磁阶段，涵盖了过去500万年的地质历史。这为研究贝加尔湖的长期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当前，贝加尔湖地区的地质活动依然活跃，贝加尔列古带仍处于持续的拉张状态，拉张方向为西北东北向，平均每年的拉张速率约为2厘米。这导致贝加尔湖的湖盆仍在不断加深，周边地区的地震活动频繁。据统计，贝加尔湖地区平均每年发生大小地震上千次，其中震级大于4级的地震约有10至15次。强地震的发生不仅会导致湖盆地形的变化，还可能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贝加尔湖的水文与生态系统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此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地热活动也十分剧烈，周边分布着大量的温泉，温泉水的温度可达40至60摄氏度，富含多种矿物质，这与贝加尔列古带的地热活动密切相关，也是贝加尔湖地质演化过程中重要的地质现象之一。贝加尔湖作为全球蓄水量最大、最深的淡水湖，其水文特征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水位、水温、水质、透明度及水文循环等多个方面。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贝加尔湖的地理区位、气候条件、地质构造及流域水系密切相关，同时也对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贝加尔湖的水文特征研究是天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其水文参数的监测与分析，能够深入了解湖泊的演化规律、水资源状况及区域水文循环特征。贝加尔湖的水位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和年纪变化特征，受流域内降水、冰雪融水、河流补给及蒸发量的影响较大。根据长期监测数据，贝加尔湖的年平均水位约为456米，水位年变化幅度一般在1至2米之间。其中夏季由于降水增多和冰雪融水补给增加，水位达到全年最高值；冬季由于降水减少、气温降低、冰雪融水停止，水位达到全年最低值。贝加尔湖的水位年纪变化主要受全球气候变化和流域内降水总量的影响，在降水丰富的年份，水位会有所上升，而在干旱年份，水位则会有所下降。此外，安加拉河的径流量变化也会对贝加尔湖的水位产生一定的影响。安加拉河的径流量越大，贝加尔湖的水位下降速度越快，反之则越慢。贝加尔湖的水温分布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层特征，这种分层特征主要由气候条件、湖水深度及水体运动等因素决定。根据水温垂直分布规律，贝加尔湖的水体可分为上层水层和下层水层。上层水层从湖面至250米深度，下层水层从250米深度至湖底。上层水层的水温受季节变化影响较大，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夏季上层水温平均为10至12摄氏度，最高可达15摄氏度。冬季上层水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湖面结冰，冰层厚度一般在70至115厘米之间，最厚可达1.5米。下层水层的水温则相对稳定，全年保持在3至4摄氏度左右，这是因为下层水层受外界气候影响较小，同时湖水的密度在4摄氏度是最大，使得下层水体能够保持稳定的温度状态。此外，贝加尔湖的水温垂直分布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在冬季，湖面结冰后，下层水体的温度仍保持在3摄氏度左右。这种现象在全球深湖中较为罕见，主要与贝加尔湖的深度、
水体体积及地热活动有关。贝加尔湖的水质极佳，属于低矿化度钙碳酸氢盐型淡水。根据2018年的监测数据，贝加尔湖湖水的总溶解固体为 93.6 至98毫克每升，矿化度远低于其他淡水湖。其离子组成主要以钙离子、碳酸氢根离子为主，同时含有少量的钠离子、钾离子、硫酸根离子等，其中碳酸氢根离子的浓度与矿化度呈现出强烈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 0.8 至 0.9。 贝加尔湖的湖水 pH 值平均为 7.5 至8，呈弱碱性，溶解氧含量较高，且在整个水柱中分布均匀，即使在湖底1600米深处，溶解氧含量仍能满足生物生存的需求，这是全球深湖中极为罕见的特征，主要得益于贝加尔湖的水体循环、地热活动及水生生物的代谢活动。此外，贝加尔湖的湖水透明度极高，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透明度可达 40.5 米，被誉为西伯利亚明眸。这种高透明度主要源于湖水的低矿化度、低浮游生物含量及周边植被的良好覆盖，减少了泥沙与污染物的输入。贝加尔湖的水文循环过程复杂，主要由补给、径流、蒸发3个环节组成，形成了完整的水文循环体系。贝加尔湖的补给来源主要包括河流补给、地下水补给和降水补给，其中河流补给是最主要的补给方式，占总补给量的 80% 以上。除了瑟棱格河外，还有巴尔古金河、上安加拉河等重要补给河流。地下水补给主要来自湖周边的地下水含水层，由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地质构造复杂，断层发育，地下水能够通过断层渗透到湖中，成为湖水的重要补给来源之一，占总补给量的 15% 左右。降水补给占总补给量的比例较小，约为 5%， 主要集中在夏季，降水形式以降雨为主，冬季则以降雪为主。降雪在春季融化后汇入湖中，成为河流补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加尔湖的蒸发量相对较小，年蒸发量约为 19.1 立方千米，远低于其补给量，这也是贝加尔湖能够保持巨大蓄水量的重要原因之一。贝加尔湖的蒸发量主要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冬季由于湖面结冰，蒸发量极低，夏季由于气温升高，蒸发量有所增加。但由于贝加尔湖的湖面广阔，水深较大，水体的热容量较大，气温升高对蒸发量的影响有限。此外，贝加尔湖周边的风速较小，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湖水的蒸发量。贝加尔湖的径流输出主要通过安加拉河，安加拉河的年平均径流量约为1900立方米每秒，全年径流量相对稳定，其径流量的变化主要受贝加尔湖水位和流域内降水的影响，夏季径流量较大，冬季径流量较小。贝加尔湖的水体运动主要包括对流运动和环流运动，其中对流运动主要发生在上层水层，受季节变化和水温差异的影响。春季和秋季由于水温垂直分布均匀，容易发生垂直对流，使得上层水体与下层水体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促进了湖水的循环。夏季由于上层水温升高，下层水温较低，水体分层明显，对流运动较弱。冬季由于湖面结冰，对流运动几乎停止。环流运动主要包括水平环流和垂直环流。水平环流主要受盛行风向和地形的影响，形成了顺时针和逆时针的环流系统，促进了湖水在湖体内的流动。垂直环流则主要与水温差异和地热活动有关，使得下层水体能够向上运动，补充上层水体的营养物质和氧气，为水生生物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贝加尔湖的水文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湖水升温、结冰期缩短、水位波动加剧等。根据监测数据，自1946年以来，贝加尔湖的湖水温度已上升超过 1.1 摄氏度，预计到2100年，湖水温度还将再上升1摄氏度左右。湖水升温不仅会影响水体的分层结构和对流运动，还会对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产生影响。此外，全球变暖导致贝加尔湖的结冰期缩短，每年的结冰时间从1月推迟至2月，
解冻时间从5月提前至4月。结冰期的缩短不仅会影响湖水的蒸发量和径流量，还会对贝加尔海豹等依赖冰面繁殖的物种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气候变化导致流域内降水分布不均，极端降水事件增多，使得贝加尔湖的水位波动加剧，对区域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贝加尔湖的生态系统是全球最独特、最完整的淡水生态系统之一，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漫长的演化历史、稳定的水文条件及独特的能量供给体系，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且具有极高的特有性。超过 80% 的水生生物为贝加尔湖特有物种，被誉为地球生物基因库。贝加尔湖的生态系统主要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及非生物环境组成，各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了稳定的食物网和物质循环体系。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层特征，从湖面到湖底形成了不同的生物群落，适应了不同的环境条件。贝加尔湖的生产者主要包括浮游植物、底栖植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其中浮游植物是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初级生产者，主要分布在上层水层0至50米，受光照和营养物质的影响较大。主要种类包括硅藻、绿藻、蓝藻等，其中硅藻是贝加尔湖浮游植物的优势类群，占浮游植物总量的 60% 以上。硅藻的生长繁殖与湖水的温度、营养盐含量及光照条件密切相关。夏季由于光照充足，营养物质丰富，硅藻的数量达到全年最高值，成为水生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底栖植物主要分布在湖底的浅水区0至20米，主要种类包括盐紫菜、金鱼藻、狸藻等。这些植物不仅能够为底栖生物提供栖息环境和食物来源，还能够吸收湖水的营养物质，净化水质。水生维管束植物主要分布在湖滨地带的浅水区，数量相对较少，主要起到固土保水、维持湖滨生态环境的作用。贝加尔湖的消费者种类丰富，根据营养级的不同，可分为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和3级消费者。初级消费者主要包括浮游动物、底栖无脊椎动物和小型鱼类，其中浮游动物主要分布在上层水层，以浮游植物为食，主要种类包括指角类、桡足类等，是连接浮游植物和高级消费者的重要纽带。底栖无脊椎动物主要分布在湖底的沉积物表面，以底栖植物、浮游植物的残体及有机碎屑为食，主要种类包括端足类、软体动物、海绵生物等，其中端足类是贝加尔湖底栖无脊椎动物的优势类群，种类繁多，且大部分为特有物种。小型鱼类主要包括餐条、麦穗鱼等，以浮游动物和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是次级消费者的主要食物来源。次级消费者主要包括中型鱼类和部分两栖动物，其中中型鱼类是贝加尔湖消费者的主要类群，主要种类包括秋白龟、奥穆尔鱼、回鱼等，这些鱼类大多为贝加尔湖特有物种，其中秋白龟是贝加尔湖最具代表性的鱼类之一，属于龟科白龟属，共有4个种群，分别为色棱格种群、奇维尔库斯克种群、北贝加尔种群和波索利种群，其中色棱格种群数量最多，生物量达2至3万吨。秋白龟的最大体长可达50厘米，体重可达5000克，寿命可达24至25年，是贝加尔湖的重要经济鱼类。其肉质鲜美，盐渍秋白龟具有独特的风味，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两栖动物主要包括林蛙、蟾蜍等，主要分布在湖滨地带的湿地和浅水区，以昆虫和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数量相对较少。3级消费者主要包括大型鱼类、贝加尔海豹及部分鸟类，其中大型鱼类主要包括西伯利亚鲟、折罗鱼等。西伯利亚鲟是贝加尔湖的珍稀鱼类，数量较少，属于国家保护动物。折罗鱼则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的支流中，以中型鱼类为食。贝加尔海豹是贝加尔湖最具代表性的哺乳动物，也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其种群数量约为10万只，
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的深水区，以秋白龟、奥莫尔鱼等鱼类为食。贝加尔海豹的祖先起源于北冰洋的环斑海豹。根据2024年的全基因组研究显示，贝加尔海豹与北冰洋环斑海豹的基因差异仅约 0.3%， 疑似在短短4-5代里完成了淡水化适应，其肾脏演化出了高效的盐分重吸收机制，能够在低渗透压的淡水环境中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同时其血液中含有极高浓度的血红蛋白，肌肉中富含肌红蛋白，使其能够下潜至200米甚至更深的湖底，屏息长达40至70分钟，适应了深湖环境。此外，贝加尔湖周边的鸟类种类丰富，约有2000种鸟类在此筑巢繁殖，其中部分鸟类以湖中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为食，属于3级消费者，如鱼鸥、潜鸟等。贝加尔湖的分解者主要包括细菌、真菌和原生动物，这些生物主要分布在湖底的沉积物中，以有机碎屑、动植物残体为食，将有机物质分解为无机物质，重新释放到湖水中，供生产者吸收利用，完成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贝加尔湖的分解者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能够在低温、高压、低光照的深湖环境中生存繁殖。其中化能滋养细菌是贝加尔湖分解者的重要类群，主要分布在湖底的热液喷口和甲烷渗漏点周围，能够利用地热活动释放的甲烷、二氧化碳等无机物质作为能量来源，将无机物质转化为有机物质，为底栖生物提供食物来源，形成了独特的化能滋养生态系统。这种化能滋养供给体系与海洋中的热液生态系统相似，但由于贝加尔湖的水体为淡水，且富含氧气，其生物群落与海洋热液生态系统存在明显差异。没有太平洋热液喷口常见的巨型管状蠕虫和彩色大蛤，形成了独特的深湖生态群落。贝加尔湖的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生态系统面临着诸多威胁，主要表现为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特有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水质受到污染等。全球变暖导致湖水升温，使得浮游植物的生长繁殖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整个食物网的结构。同时，湖水升温也会导致贝加尔海豹的繁殖环境受到破坏，种群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包括工业污染、生活污水排放、过度捕捞、外来物种入侵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导致湖水中的营养盐含量增加，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水质。过度捕捞导致秋白龟等经济鱼类的数量下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外来物种的入侵，如外来藻类、鱼类等，与本地物种竞争食物和栖息环境，导致本地物种的数量下降，威胁生物多样性。为了保护贝加尔湖的生态系统，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限制捕捞量、治理污染、禁止外来物种引入等。1996年，贝加尔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重点保护的生态区域之一。同时，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贝加尔湖生态保护的合作与研究，通过开展多学科研究，深入了解贝加尔湖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和保护需求，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贝加尔湖的生态保护不仅关系到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关系到全球淡水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贝加尔湖作为西伯利亚南部最具影响力的地理单元，其巨大的水体体积、独特的水文特征和丰富的生态系统，对区域的气候、水文、地质及人类活动产生了不可替代的调控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环境格局。从天文地理研究视角来看，贝加尔湖对区域环境的影响是多维度、深层次的，既包括对自然环境的调节作用，也包括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区域环境演化的全过程，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贝加尔湖对区域气候的调节作用是其最主要的环境影响之一。由于水体的热容量远大于陆地，贝加尔湖能够吸收大量的太阳辐射，
储存热量，同时通过蒸发作用释放水汽，调节周边地区的气温和降水，形成了独特的湖泊微气候。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气温年较差较大。但由于贝加尔湖的调节作用，周边地区的气候比西伯利亚其他地区更为温和。冬季平均气温比同纬度的西伯利亚内陆地区高10至15摄氏度。即使在深冬，贝加尔湖周边的平均气温也仅为零下21摄氏度左右，而西伯利亚内陆地区的最低气温可达零下68摄氏度。夏季平均气温为11摄氏度左右，比同纬度的内陆地区低5至8摄氏度，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贝加尔湖对区域降水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湖泊与周边陆地的热力差异和湿度差异。在冬季，贝加尔湖的湖面虽然结冰，但湖水的温度仍保持在3摄氏度左右，使得湖泊上空的大气比周边陆地的大气更为温暖、湿润，对流运动更为活跃，导致降雪在湖泊的下风向地区增多，形成湖泊效应降雪。这种现象在贝加尔湖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尤为明显，降雪量比周边地区多 30% 至 50%。 在夏季，贝加尔湖的湖面温度较低，使得湖泊上空的大气较为稳定，对流运动减弱，导致湖泊表面及下风向地区的降水减少。根据卫星观测和区域气候模拟数据，贝加尔湖能够使夏季湖面上空的降水量减少 15% 左右。这种季节性反转的湖泊效应的降水影响，与北美的5大湖、欧洲的拉多加湖等中纬度湖泊具有相似性。此外，贝加尔湖的蒸发作用能够增加周边地区的空气湿度，减少干旱天气的发生，对区域的植被生长和农业生产具有积极的影响。贝加尔湖对区域水文循环的调控作用也十分显著。作为区域内最大的淡水水体，贝加尔湖是流域内水文循环的核心节点，其蓄水量巨大，能够调节流域内的河流径流量，缓解洪涝灾害和干旱灾害的影响。在雨季，贝加尔湖能够储存大量的降水和河流来水，减少下游安加拉河的径流量，避免洪涝灾害的发生。在旱季，贝加尔湖能够释放储存的水量，补充安加拉河的径流量，保障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供应。此外，贝加尔湖的地下水补给作用也能够调节区域的地下水位，维持周边湿地的生态环境，为湿地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同时，贝加尔湖的水质优良，其径流量的稳定输出也为下游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是西伯利亚地区重要的水资源储备基地。贝加尔湖对区域地质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贝加尔裂谷带的演化和地质灾害的调控作用上。贝加尔湖的形成与贝加尔裂谷带的扩张密切相关，而贝加尔湖的水体重量也对裂谷带的地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减缓了裂谷带的扩张速度，维持了区域地质环境的相对稳定。同时，贝加尔湖的水体能够侵蚀湖岸，促进湖岸的崩塌和堆积，改变湖岸的地形地貌，形成独特的湖滨地貌景观，如悬崖、三角洲、浅滩等。此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地热活动与贝加尔湖的水体相互作用，形成了大量的温泉资源。这些温泉资源不仅为区域的旅游业提供了资源支撑，还能够反映区域的地质活动状况，为地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同时，贝加尔湖地区的地震活动频繁，强地震可能引发湖岸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贝加尔湖的湖岸地形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也对周边人类活动产生威胁。贝加尔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撑作用上。贝加尔湖独特的生态系统为区域内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特有物种，同时也为周边陆地生态系统提供了水源和食物来源，维持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贝加尔湖的湖滨湿地和河流三角洲是许多鸟类、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在贝加尔湖周边停歇、繁殖、
丰富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此外，贝加尔湖的水体能够净化周边地区的空气和土壤，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对区域的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贝加尔湖对区域人类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水资源利用、渔业生产、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贝加尔湖的淡水资源是区域内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周边地区的居民主要依靠贝加尔湖的水资源进行灌溉、供水和发电。安加拉河上的水电站为西伯利亚地区的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电力。贝加尔湖的渔业资源丰富，秋白龟、奥穆尔鱼等经济鱼类是周边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和经济收入来源。渔业生产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度捕捞也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同时，贝加尔湖作为全球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开展地质、水文、生态、气候等多学科研究，推动了区域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此外，贝加尔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周边的布里亚特族、图瓦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与贝加尔湖相关的独特文化。贝加尔湖成为区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然而，贝加尔湖对区域环境的调节作用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湖水升温、水位波动、水质污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贝加尔湖自身的生态系统，也削弱了其对区域环境的调节能力。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贝加尔湖的湖泊效应可能会发生变化，对区域气候和降水的调节作用可能会减弱。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湖水中的污染物增多，水质下降，影响了水资源的利用价值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保护贝加尔湖的生态环境，维持其对区域环境的调节作用，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科研人员对贝加尔湖的研究逐渐深入，形成了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格局。研究内容涵盖了地质、水文、生态、气候、环境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天文地理研究的重要对象，贝加尔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理论体系，还为区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当前，贝加尔湖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精细化监测、智能化分析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存在诸多亟待深入探索的前沿方向。在地质演化研究方面，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贝加尔裂谷带的形成机制、扩张速率、地质构造特征及古气候重建等方面。通过贝加尔钻探计划的实施，科研人员获取了大量的湖底岩芯样本，利用古地磁定年、同位素分析、沉积物分析等技术，重建了贝加尔湖过去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化与古气候记录，揭示了贝加尔裂谷带的演化规律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联。研究发现，贝加尔裂谷带的扩张速率约为每年2厘米，其演化过程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运动密切相关。湖底沉积物中记录的气候波动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一致性，为研究大陆裂谷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此外，科研人员还对贝加尔湖地区的矿产资源、地热活动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矿产资源的分布规律和成因，揭示了地热活动的机制与影响。在水文特征研究方面，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湖水温度、水位、水质、透明度等参数的时空变化规律，以及水文循环过程的模拟与预测。通过建立长期的水文监测站，科研人员获取了大量的水文监测数据，分析了贝加尔湖水文特征的季节性和年纪变化，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自20世纪中叶以来，贝加尔湖的湖水温度呈现上升趋势，结冰期缩短，水位波动加剧，这些变化与全球变暖密切相关。同时，科研人员还利用水文模型，模拟了贝加尔湖的水文循环过程，预测了未来气候变化对贝加尔湖水资源的影响，为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
对贝加尔湖湖水化学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明确了湖水的离子组成、营养盐含量等化学参数的分布规律，为水质保护提供了参考。在生态系统研究方面，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特有物种的演化机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生态环境胁迫与保护等方面。通过实地调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科研人员对贝加尔湖的生物群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明确了特有物种的种类、分布和数量，深入研究了贝加尔海豹、秋白龟等特有物种的演化机制和适应性特征。2024年，俄罗斯科学院团队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比对，揭示了贝加尔海豹的淡水化适应机制，发现其与北冰洋环斑海豹的基因差异较小，通过肾脏排盐相关蛋白的适应突变，实现了在淡水环境中的生存。同时，科研人员还对贝加尔湖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明确了不同营养级生物的食性特征和相互关系，发现浅水区的食物网结构复杂，而深水区的食物网结构相对简单，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此外，科研人员还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贝加尔湖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在区域环境影响研究方面，当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贝加尔湖对区域气候、水文、地质及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以及这种调节作用的变化规律。通过气候模型和卫星观测数据，科研人员分析了贝加尔湖的湖泊效应对区域降水和气温的影响，揭示了湖泊效应的季节性差异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贝加尔湖能够显著调节周边地区的气候，使冬季气温升高，夏季气温降低，同时对区域降水的分布产生明显影响。此外，科研人员还研究了贝加尔湖对区域地质灾害的影响，分析了地震、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规律与贝加尔湖的关系，为地质灾害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当前贝加尔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诸多前沿方向亟待深入探索。在地质演化研究方面，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贝加尔裂谷带的长期扩张机制、地热活动与地壳运动的相互作用、古气候记录的精细化重建等方面。通过更高精度的地质勘探技术和分析方法，深入揭示贝加尔湖的地质演化规律，探讨大陆裂谷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内在关联。在水文特征研究方面，未来的研究将注重水文参数的精细化监测，利用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贝加尔湖水文特征的实时监测和动态分析，同时加强水文循环过程的模拟与预测，深入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对贝加尔湖水资源的长期影响。在生态系统研究方面，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特有物种的分子演化机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恢复能力、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等方面。通过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深入研究贝加尔湖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为生态保护提供更科学的依据。同时，还将加强对贝加尔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明确其在全球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推进。在区域环境影响研究方面，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贝加尔湖对区域环境调节作用的变化规律，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这种调节作用的影响，建立区域环境预警机制，为区域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此外，贝加尔湖的国际合作研究也将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由于贝加尔湖的研究具有全球意义，各国科研人员将加强合作，开展多学科、跨区域的研究项目，共享研究数据和成果，推动贝加尔湖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将不断应用于贝加尔湖的研究中，如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精度遥感等，为贝加尔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推动贝加尔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贝加尔湖作为全球最古老、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地处贝加尔裂谷带核心区域，是地球演化过程中大陆裂谷作用的典型地质遗迹，也是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淡水生态系统的核心代表，兼具极高的地理地质研究价值与生态保护意义。本文基于天文地理研究视角，系统梳理了贝加尔湖的位置境遇与宏观地理特征，深入剖析了其地质成因与演化历程，详细阐述了湖水水文特征的时空分布规律，全面解读了其独特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特有物种的适应机制，探讨了湖泊对区域气候、水文及地质环境的调控作用，总结了当前贝加尔湖研究的现状与前沿方向，得出以下主要结论。贝加尔湖的宏观地理特征呈现出群山环抱、狭长弯曲、流域广阔的特点，其地理位置介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周边山脉环绕，水系发达。色棱格河是主要补给河流，安加拉河是唯一外流河。这种地理格局塑造了其独特的气候与水文特征。贝加尔湖的形成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挤压及贝加尔裂谷带的扩张密切相关，历经2000万至2500万年的演化，形成了典型的大陆裂谷型湖盆。湖底沉积岩芯记录了过去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化与古气候信息，是研究大陆裂谷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天然实验室。贝加尔湖的水文特征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层和季节性变化，水质优良，透明度高，溶解氧分布均匀，水文循环完整，但其水文特征正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呈现出湖水升温、结冰期缩短、水位波动加剧等变化趋势。贝加尔湖的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独特性和生物多样性，超过 80% 的水生生物为特有物种，形成了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体系。独特的化能自养生态系统和稳定的深水环境，为物种的演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贝加尔海豹、秋白龟等特有物种的适应性演化是生物进化研究的典型案例。贝加尔湖对区域环境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够调节区域气候，稳定水文循环，维持地质环境稳定，支撑生物多样性，对区域人类活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当前，贝加尔湖的研究已覆盖地质、水文、生态、气候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诸多前沿方向亟待深入探索。国际合作研究将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展望未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人类活动的扩张，贝加尔湖的地理地质环境和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湖水升温、水质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对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区域环境的调节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来需要加强贝加尔湖的生态保护，严格控制工业污染、生活污水排放和过度捕捞，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推进。同时，需要加强贝加尔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深入探索其地质演化、水文变化、生态系统演化的规律，揭示全球气候变化与贝加尔湖的相互作用机制，为贝加尔湖的保护和研究提供更科学的依据。此外，贝加尔湖作为全球重要的淡水生态系统和地质研究基地，其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丰富天文地理、地质、生态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体系，还能够为全球淡水生态系统的保护、大陆裂谷演化的研究、气候变化的应对提供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未来，通过各国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创新研究技术和方法，必将推动贝加尔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贝加尔湖的长期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